我操！哇！注意看，擂台惊现失传已久的隔空打牛拳法。中国小伙站在原地尚未出手，韩国2米巨人就吓得小腿骨折，立刻瘫坐在地上。台下的观众看着眼前的一幕，纷纷传来诧异的眼光。谁也没想到，他们的韩国战神会沦落为如此尴尬的一幕。这难道就是中国功夫的神秘力量？而精神未定的韩国巨人也只能站在原地等待裁判制裁。最终，韩国选手受伤严重，教练也扔出了白毛巾，举手投降。我是韩国第一巨人朴龙水，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弱小的蝼蚁。中国选手们尽管放马过来，不会像踩死蚂蚁一样一脚踩死你们。如此嚣张的家伙就是韩国2米巨人朴龙水。身为韩国跆拳道的绝顶高手，朴龙水身材高大，腿法惊人。正因他的实力太强大，却没有把任何外国人放眼里。当他听说自己的对手是中国人，朴龙水也对台下的观众们保证自己会将中国选手的脑袋拧下来当足球踢。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尽管中国选手备受威胁，山东猛将尹鹏森依旧无所畏惧，横跨5个量级参加今晚比赛。对比2位选手的战绩，可谓相差巨大。但是朴龙水毕竟是半路出家的跆拳道选手，尹鹏森有十足的信心，在搏击比赛中将其击败，为国争光。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小将尹鹏森的实力究竟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尹鹏森，黑色短裤就是韩国选手朴龙水。2位选手一上来就展开了激烈的内围拼拳。不过，貌似朴龙水并不想与尹鹏森进行激烈拼拳，而是选择了内围缠抱，准备摔倒尹鹏森。由于这场比赛举办在韩国擂台，自然裁判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刻都在袒护朴龙水的比赛环境。在赛前称体重，尹鹏森要比对方这个体重轻了有10几公斤的。你看，这个朴龙水既有身高，又有体重上的优势。要知道，韩国的这名朴龙水以前是练这个跆拳道的，你看他的腿法是非常好啊，能够起腿。而这个尹鹏森也是在我们武林风，在这个大级别当中是一名后起之秀啊。尹鹏森的拳法非常好，左右摆拳，包括他后手拳都是非常好的。那面对这个朴龙，尽管双方量级相差巨大，但是尹鹏森毕竟精通散打和自由搏击，在内围拼拳的情况下，朴龙水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这时候，朴龙水引以为傲的跆拳道扫踢没有办法施展出来，这也给了尹鹏森可乘之机，连续的组合拳招呼。台下的观众尽管不服气，也传来了唏嘘惨叫声。难道他们心目中的2米巨人会输给中国选手吗？都为他们的哥哥叔叔们在比赛当中那种一种紧张的情绪所感染。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到目前为止，朴龙水已经被连续击倒2次，可是裁判却在一旁默默注视，没有任何作为，仿佛就是在暗示，如果尹鹏森没有办法 KO 朴龙水，那比赛结束之后，裁判只自动判定韩国选手获胜。尹鹏森面对此等针对，也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既然对手送上门挨揍，尹鹏森就必须要让对手好好体会一下被打成重伤的滋味，这才能更好的证明中国人强大。我们看到尹鹏森的这个右侧肋部被这个朴龙水已经踢出了一道血印，从这点可以看到这名练跆拳道的选手他的力量有多大。尹鹏森较大进战。尹鹏森在这一回合当中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比赛来到第2回合，眼看中国小伙尹鹏森再次逼近，朴龙水就如同老鼠见到猫那样害怕，连忙施展得意腿法还以颜色。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花拳绣腿都无济于事。这也说明朴龙水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选手，遇见了真正的实力强将，只会被打得落荒而逃。尹鹏森也在努力的发挥实力，暴揍朴龙水，彰显实力。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可以说是有一股子虎劲儿。
有一股子虎力。控制好距离，对。现在尹鹏森并没有惧怕对方这种扫腿的力量，你尽管把我的左右肋部打出了一道道的血印，但是我勇往直前。朴龙水也有他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有身高，他光利用这种觉得我这种扫腿有力量就行，但他拳法很一般，不具有太多的这种杀伤力。毕竟他以前是练跆拳道，你看。从比赛进行到现在，朴龙水的败局已定，因为尹鹏森无论是内围拼拳还是比赛点数都占据很大的优势。自尹鹏森走入今晚擂台的那一刻起，就代表朴龙水将会输得很惨烈，台下的观众也由自信变得颓废不已。只能说招惹中国选手都会吃不了兜着走。朴龙水啊，因为他知道这种距离感，我踢你之后，你尹鹏森也没办法上来，因为你力量太大。尹鹏森打得非常有耐心，一扫摆拳上勾，哇！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朴龙水现在这体能下降太明显了。打到第二局比赛还能继续比赛吗？已经给你这么长的休息比赛时间了。这时候场上裁判终止。最后公布比赛结果，尹鹏森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尹鹏森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